谈下千亿大单后，男友让我去陪酒。穿这么保守，一会儿怎么哄顾总高兴？姐姐别生气，行之哥也是为了公司着想。再说了，姐姐平时肯定没少干这种事儿吧？把顾总哄高兴，这单就100%能成，别给脸不要脸。他们一心想把我当做讨好顾总的棋子，但是却忘了，甲方老板姓顾，我也姓顾。姐姐别犟了，行之哥也是为了你好。裴行之，当初你跟我说想升职，我用自己所有人脉帮你拉合作，到头来你拿我当什么？姐姐，行之哥也是为了公司好，你别这样说他。顾之言，芝芝特意替你考虑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我也是怕姐姐惹顾总不高兴，毕竟顾总见过那么多女人，姐姐总得拿出点诚意。顾总确实什么都见过。顾之一，你果然不干净，平时装的一副清高样子，听到顾总2个字，倒是比谁都积极。行之哥，姐姐不会真跟顾总有一腿吧？难怪你不肯换衣服，原来是想拿奖。真把自己当什么货色了？顾总玩够了，会看得上你这种货色？裴行之，你确定顾总是看不上我？少在这跟我绕弯子，这单关系到公司生死，顾之一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顾总要是满意，融资就能落地；他要是不满意，公司上下几十号人都得陪你喝西北风。裴行之说的冠冕堂皇，仿佛把我送去陪酒是我该为公司尽的本分。可是他却忘了，要是没有我让我哥资助，公司早就凉得彻底。行之哥，我今天陪客户跑了一整天，真的好累啊。累了就去休息，剩下的事交给他办就行，反正他闲着也是闲着。之一，女孩子不能总熬夜，你喝，天塌了有我顶着，别怕，以后我绝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我曾经真的相信过那些承诺，可如今他为了林芝芝一句累了，就能毫不犹豫地把我推出去陪酒。姐姐，你就换上吧。核心客户是我谈下来的，供应链是我一手搭起来的，连这次决定公司生死的顾总也是冲着我才肯给机会。裴行之，你最好祈求顾总那边不知道这件事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裴总？他也是为了公司好，顾总那边好不容易松了口，只是想请你过去喝杯酒聊几句，你却非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在这里吵什么？经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以为姐姐和顾总关系好，于是顾总也只肯听她的话，只要她愿意像以前那样过去说几句，融资就还有转圜余地。可姐姐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都不肯配合，我怕顾总误会，也怕公司这次真的撑不过去。字字句句看似在替我开脱，却分明暗示我平日里靠着暧昧手段拿捏顾总，如今却故意置公司生死于不顾。顾之一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姐姐，原来你和顾总平时都是这么称呼，我还以为他真有多大本事。平时说什么靠方案、靠能力，原来是靠这个。顾总对我的格外宽容，项目推进时的百般让路，还有这次近乎止步起死回生的机会，原来这些在他看来都不是我的能力，而是我背着他和顾总有了见不得人的关系。我就说嘛，顾总那种大人物怎么会对咱们这种小公司格外宽容？原来是有猫腻啊！是啊，项目推进时百般让步，这次公司要倒了，顾总又给机会，这哪是看方案，分明是看人啊！顾之一，所以你宁愿跟他纠缠不清，也不肯帮公司。顾之一，你别在这装无辜！不管你和顾总私下到底是什么关系，既然你有本事让他松口，就该把这件事解决了。就是啊，明明有能力挽回局面，非要在这闹脾气，置公司生死于不顾，太自私了。姐姐，就当是为了大家，你打个电话吧，只要顾总肯消气，今晚的事总能过去的。好啊，既然你们都觉得我和顾总说不清，那就把电话打出去。到时候顾总为什么愿意给公司机会，我到底有没有靠见不得人的手段上位，还有这单合作究竟还能不能继续，大家自然会知道。有事直接说，工作上的事尽量留痕。
姐姐，顾总好像不太想接你的电话呢。顾之意，你不是说你能解决吗？现在人家连电话都不愿意接，你还要耽误大家到什么时候？还以为真有什么后台，叫的那么亲热，结果顾总根本不认。踢到钢板了吧？装什么装？心之哥，您别怪姐姐，她可能也是一时糊涂，只是没想到顾总会这么绝情。我马上到。怎么，又是哪位哥哥来给姐姐撑腰？继续。刚才说我靠身子上位的人，再说一遍。说我私生活混乱，说我和客户关系不正当的人，也请当着镜头说清楚。顾之意，你干什么？把手机放下！不是你们先说的吗？我留个证据罢了。姐姐，你这是害怕了才故意录像吓唬人吗？大家只是关心你，怕你走错路，提醒你几句而已，怎么就成造谣了？再说，谁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拿到那些资源的？我们也是怕你被人骗，才多问几句。之意，芝不是那个意思，大家都是同事，话可能难听了点，但也是关心你。关心？把我和客户的正常工作往暧昧关系上引是关心，当众暗示我靠身体上位，私生活混乱也是关心。那你们的关心，法律上或许还有另一个名字。不就是开个玩笑，至于吗？我们这么多人都是为你好，你自己不识好歹，还拿录像威胁人。就是，真没靠那些手段上位，心虚什么？我心虚，真正心虚的人才会急着把别人往泥里踩。还有些人自己没本事，靠着别人给资源、给人脉、给机会，软饭硬吃久了，就以为所有人都是靠关系活着。他们以为造谣不过是一张嘴，几句闲话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哥从来不是他们以为的普通顾总，他身后那家律所最擅长的就是让每一句恶意、每一次诽谤都留下足够清晰的代价。顾之意，我就说你怎么突然这么硬气，原来还是仗着你顾总。你以前那些名牌、那些资源、那些别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，不都是顾总给你的？顾之意，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别人？离了顾总，你又算什么？王总，这项目您放心交给我。之意，你也跟王总说两句。这个项目能成，全靠我们团队自己打拼。这份客户名单是我攒了3年的，你拿去用。知道了。心之哥，你别生气，姐姐可能不是故意的。不过裴总说的也没错呀，姐姐平时开那么好的车，戴那么贵的首饰，档子也不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。要不是顾总帮忙，姐姐哪有今天呢？既然自己也是靠别人，为什么还要装得比谁都清高？原来真是靠他顾总，难怪顾总这么护着他。搞半天还不是关系户，装什么独立女性？咱们顾家的规矩从来不一样，以后家里所有家产，程岩你能分到多少，能不能顺利继承，从来不看你在外做成多少大项目，挣了多少名利。你的所有前途、所有家产份额，只取决于一件事：你能不能一辈子好好照顾好之意，护着她，让她开心。爸妈，我记住了，我一辈子护着妹妹，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他们说的那些倒也不算全错，我的车，我的房子，我那些昂贵的离谱的礼物，确实大多是我哥买的。谁说他是关系的好？谁懂你了？哥哥，顾之意，你还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。刚才说认识顾总，现在连演员都找好了，怎么准备让他演你哥，替你撑场子？姐姐，你这样也太过分了吧？顾总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会有你这样的妹妹？这位先生，不知道姐姐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陪她演这出戏，但你最好想清楚，故事可不是谁都能冒充的。要是被真正的顾总知道，你可就完了。受伤没有？没有。装的还挺像，穿的倒像那么回事，可惜假的就是假的。顾之意眼光也就这样了，找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男人，就想冒充顾家人。姐姐以前虽然爱面子，也没这么不择手段过。为了不道歉，连顾总都能找人假扮。你们两个，一个谎话连篇，一个帮着骗人，也真是般配。顾氏集团执行总裁，连顾氏的钢印和编号都做上了，花了不少钱吧？现在的骗子真是越来越大胆了，连顾总的身份都敢冒充。姐姐，你自己胡闹就算了，怎么还把别人拖下水？顾氏的顾总今晚就在这里，等真正的顾总知道有人拿着假证招摇撞骗，
你和他都不会有好下场。真以为随便弄张证件就能飞上枝头了？顾之一，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。顾总那种人物，是你配盘关系的吗？至于你，一个靠女人花钱找来演戏的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趁真的顾总还没发现，赶紧滚，否则到时候丢的可不只是脸面。你说完了？怎么还想继续装？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打着顾氏的名头招摇撞骗，最后被人拆穿，跪着求饶都来不及。顾之意，你别在这装无辜。不管你和顾总私下到底是什么关系，既然你有本事让他松口，就该把这件事解决了。现在倒好，你不肯解决，还找人拿着假证过来闹事，你是不是非要把公司拖下水才甘心？经理，你连证件都不核实，就认定他是假的？核实什么？真正的顾总怎么可能陪你演这种戏？顾之意，公司已经因为你惹了不少麻烦，你现在立刻带着这个人离开，再向裴先生和林小姐道歉，我还能替你向上面求情。还有你，别以为拿张假证就能唬住人，冒充顾氏高层可不是小事儿。识相的话，赶紧把证件收起来。你是他的经理，是又怎么样？他在公司惹出麻烦，我这个经理自然要管。你就是这么管的？你一个骗子也配质问我？我们公司的领导都是负责顾氏项目的人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去见他们，别在这里拿一张假证装模作样。把你的领导叫过来。你说什么？我的领导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你知道我们副总今晚在见谁吗？他在楼上陪真正的顾总谈合作。陈经理，别跟这种人浪费时间，他就是嘴硬，等保安过来，自然就老实了。姐姐，你还是劝劝他吧，再闹下去，真的顾总被惊动了，你们两个谁都承担不起。你不救，那我自己救。周副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点小事还惊动您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是顾之一在闹事，他为了不向裴先生和林小姐道歉，先找了个人冒充他哥哥，后来这个人又拿出假证，说自己是顾氏集团的顾总，我怕影响公司和顾氏的合作，才不得不请您过来。周副总，你来的正好。顾之意为了保住面子，真是什么谎都敢说。他说这个男人是他哥哥，还说他是顾氏的顾总，连证件都提前准备好了，做戏做得挺全。姐姐，你请的演员还真多，刚才请来一个顾总，现在又把周副总叫来了。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人多一点，大家就会相信你？可是假的就是假的，真正的顾总就在这家酒店，怎么可能跑到这里陪你演戏？他大概是演上瘾了。不过顾之意，你这次找的人不太专业，顾总那种人物，哪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演出来的？周副总，您放心，我已经在处理了。顾之意平时就不太服从安排，这次更过分，居然带着骗子来公司合作的饭局闹事儿。我会让他立刻道歉，也会报警处理这个冒充顾总的人，绝不会给公司添麻烦。顾总，顾总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您在这里，是我管理不严，才让下面的人冲撞了您和顾小姐。今天的事，我一定给您一个交代。顾总，周副总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怎么可能是顾兴安？对啊，周副总，您再看看，他只是顾之意找来的演员。姐姐刚才还拿了一张假证出来，怎么会是真的？你说谁是演员？这位是顾氏集团执行总裁顾承彦，顾总，也是顾小姐的亲哥哥。周副总，顾总，您说，你们公司的人确实很会处理事情。是我的失职，我没有管好下面的人，给顾总添麻烦了。他刚才说，之意给公司惹了很多麻烦。没有的事，顾小姐在公司一直很认真，项目上的事也做得很好。陈经理如果有任何不当处理，公司会立刻调查。顾总，我刚才不知道是您，我就是怕有人冒充顾氏的人合作，所以才多说了几句，我绝对没有冒犯您的意思。你不认识我，所以可以随便羞辱我。你以为之意没有背景，所以可以逼他道歉。你作为他的经理，不问事实，只顾着讨好外人，这样的经理确实不适合留在公司。顾总放心，我明白。周副总，你明天不用来了。
真的是顾承业。这件事和我没关系，顾之意工作上的事一直是你在管，他有没有犯错，该不该道歉，也是你决定的。裴先生，您这话不对。今天是您亲口说顾小姐影响了合作，也是您要求她向林小姐道歉。我只是按规矩处理，怎么能全怪在我头上？我只是说了几句事实，是你主动威胁她，说要辞退她，还说要报警抓人。你们别这样说，这件事本来就是姐姐误会我在先，是她先推我，我只是害怕，才让行之哥哥帮我说几句。姐姐，我从来没想过让你丢工作，更没想过让你被大家误会。陈经理和行之哥哥会生气，也是因为你刚才的态度太强硬了。听见了吗？芝芝才是受委屈的那个。对，顾小姐，林小姐刚才一直在替你说话，事情闹成这样，主要还是因为你不肯配合处理。既然你们都说自己无辜，那就听听这些。就算你没有错，我也有办法让你离开公司，别不知好歹。我今天已经提前联系过陈经理了，就说顾之意要搞垮这个项目，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相信是他故意在搅局，根本不会有人怀疑我。裴行之，你说过，就算我没有错，你也有办法让我离开公司。林芝芝，你亲口说是你提前联系陈经理，告诉他我要搞垮公司，这些录音我都留着。今天这件事，谁都别想把责任推干净。姐姐，你别冲动。林芝芝都没有了，你不是喜欢留证据吗？录屏也没了，就算你说的再多证据，全都没了。至于监控，也不是谁想看就能看的，监控权限在酒店老板手里，除非警察过来，不然谁也不能随便调取。谁告诉你只有警察能看？你不知道决策层也有权限查看监控吗？这家酒店是顾氏的。调取锦华酒店3卫厅从晚上7点到现在的全部监控，保留原始文件，一份发给法务部，一份直接发给我。另外通知警方，有人恶意颓毁他人财物，涉嫌诬陷、职场霸凌和商业资料造假，让他们过来一趟。我不是故意的，行之哥哥，你帮帮我，我只是太害怕了，我怕姐姐拿那些东西污蔑我，所以才会抢她的手机。我不是故意的，真的不是。疯了吗？谁让你砸他手机的？谁给你的胆子？你刚才明明也想把证据毁掉，如果不是你一直说顾之意不能留在公司，我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闭嘴！你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？顾总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我也是被蒙在鼓里的啊，顾总。陈经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是你让我把责任推到顾之意身上的。你说只要他背下这次失误，你就会把我转正，还会给我升职机会，这些都是你说的。还有上次那个客户投诉，也是你让我说是顾之意对接失误的。你说反正他是新人，背个锅也没什么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！我没有胡说，聊天记录都在的，你给我发的消息我都存着。存着又怎么样？那些话都是你自己理解错了，我只是让你多跟新人沟通。什么时候让你栽赃陷害了？意料之中，这些人从来都是这样，有利可图的时候凑在一起称兄道妹、结友媚功，一旦出事，跑得比谁都快。吓到了吗？捅刀子也比谁都狠。没有，有哥在，我不怕。吵够了吗？谁报的警？什么情况？我报的警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你们3个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警察同志，这都是误会，我什么都没干啊！有没有干，回警局再说。我不去警局，我只是一时冲动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之意，我是你男朋友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你帮我跟顾总说句话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不会再管林烟，也不再逼你道歉，你让你哥撤案好不好？之意，算我求你了。我被他们当众羞辱时，你没想过我是你女朋友；林芝芝污蔑我，陈经理逼我低头时，你也没想过要护着我。如今事情败露，你倒想起了这段关系，想起了我是你女朋友，真是可笑。裴行之，你不再是我男朋友了。从你相信林芝芝逼我道歉，帮着他们把莫须有的罪名扣到我上开始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。至于求情，你们做过的事，
就该自己承担后果。志毅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顾总，您看这事儿都是下面的人不懂事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您放心，回去我一定严肃整顿，绝不再发生这种事。整顿是你们公司的事，我只有一个要求。顾总，您说，我妹妹不会再在这里待下去了，她的离职手续你们尽快办好。另外，该给的工资、奖金、补偿，一分都不能少。是，您放心，一定办好，一定办好。走吧，回家。想好以后做什么了吗？回自己家公司。顾小姐准备空降？才不要，先从基层做起。毕竟我也不想别人说我是靠哥哥。好，我给你安排。想去哪个部门？项目部吧，我之前一直做项目，比较熟悉。行，明天我让人事部安排，真不用我打声招呼。不用，哥，我想靠自己。你要是打了招呼，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你妹妹了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行，都听你的。不过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一定告诉我。知道啦，知道啦。之夜，你真的要走啊？你走了我怎么办啊？又不是不见了，以后常联系。你去哪儿高就啊？换了家公司，还是做老本行。那你肯定没问题的，你这么厉害，去哪儿都能做得好。都收拾好了？都好了。走吧，故事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这个我待了2年多的地方，从今天起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判决下来了，林芝芝伪造项目数据，恶意诬陷同事，毁坏他人财物，试图销毁证据，被判处相应刑罚，承担巨额民事赔偿。陈经理利用职务之便打压员工，参与伪造项目责任，被辞退，吊销职业资格证。裴行之参与威胁、诽谤和商业项目干预，公司破产清算，背上巨额债务。你还好吗？说不上好，也说不上不好，就是觉得终于结束了。结束了就别再想了，往前看。西个月租1万2的市中心黄金区段居所，租约到期后，房东得知其劣迹事后，坚决拒绝续租。恶意风波牵连之下，连租房押金都被变相克扣大半，彻底切断他最后的容身之处。这一切都是顾之意的错，如果不是他不肯配合，如果不是他找来顾成晨，我现在还在那间宽敞明亮的房子里，喝着红酒，看着夜景，什么都不会变。林小姐，感谢您投递简历。经过综合评估，我们认为您的经历与该岗位不太匹配。林小姐，我们查到了您在行业失信名单上的记录，我们公司有严格的合规要求。你是不是之前在锦华酒店闹过事儿？我们跟公司不需要这种人。他在这家公司干了12年，从基层一路爬到经理位置，一朝犯错，无退休金，无离职补偿，无任何退路，职业资格证同步被吊销。老张啊，好久没联系了，最近怎么样？我这边从公司离职了，正在找新的机会，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岗位？老陈啊，你的事儿我也听说了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是我们公司现在不缺人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公司跟几家大客户有合作，他们有合规要求，我如果用你，他们知道了可能会影响合作。
这风险我担不起。陈经理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但你现在这情况，谁敢用你啊？你自己的事儿都管不明白，我还能指望你管好公司的事儿？你到底为什么要做那些事？你就不能本本分分的干你的工作？他以前觉得这些理由理所当然，职场就是这样，不是你踩人就是人踩你。可他忘了，踩人是要还的。以前我在办公室喝茶看报表的时候，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蹲在这里卖菜。现在走在路上，以前那些巴结我的人都假装不认识我。裴总，我们决定终止合作。顾氏那边已经明确表态，不会跟和裴氏有往来的公司继续合作。裴总，银行那边来催了，说这个月贷款再不还就要冻结公司账户，还有3家供应商也发了催款函。出去吧。裴行之，你干的那些好事我都知道了，你知不知道你毁了裴家多少年的心血？爸，别叫我爸，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我裴家的人，你走吧，以后别回来了。哎，这就是新来的那个，听说姓顾，跟咱们顾总一个姓，关系户呗，还能是什么？我听说项目部最难搞的组都给他了，不知道怎么就来咱们这儿了。不过姓顾这事儿确实挺巧的。他们说我是关系户走后门，我没解释，因为解释没有用，唯一能证明自己的，只有做的事。听说是关系户，顾总的妹妹。谁知道怎么进来的？方案能不能讲明白都不一定。这个项目之前的问题在于供应链效率太低，上一家供应商的交付周期拉长了45天。我们重新梳理了全流程，把关键节点从7个压缩到3个。压缩3个节点，质量怎么保证？以前也有人这么跟我说过，最后全砸了。这是我们做过的压力测试结果，每个节点的质检标准都往上提了一档，交付周期缩短的同时，质量达标率反而比之前提高了12%。你把详细方案发我邮箱。好的，今天之内发你。知道吗？她真是顾总的亲妹妹。我今天亲眼看见顾总跟她说话，语气跟对别人完全不一样。那难怪了，我说怎么空降过来的？不过他那个方案做的确实还可以，不是光靠关系的水平。方案还行有什么用？关系户就是关系户，谁知道他这个方案是不是别人替他做的？他们说他们的，我做我的。一个项目不够就2个，2个不够就3个，做到让他们无话不说为止。你们报价比上一家高了15%，数据是漂亮，但这个溢价凭什么要我买单？你得说出个让我信服的理由。这是你们之前供应商的实际损耗率15.6%，我们虽然报价高了15%，但损耗率压到了6.8%。李总，算一笔账，您觉得是省采购费划算，还是损耗费划算？行，就按你们的方案来。顾经理，这个方案非常专业，数据模型、流程设计、风险预案，每个环节都考虑得很周全。你们项目部的水平果然名不虚传。感谢李总的信任，后续执行我们会全程跟进，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。对了，下次新项目我直接联系你，你比你们领导好沟通。顾经理干得不错，3个项目连续拿下，以后没人再敢说你是靠关系进来的了。顾经理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你那个方案我仔细看了，数据模型确实做得比我们组好，有空能不能给我们讲讲？
顾经理早。顾经理，昨天那个方案我们看了，回头能交流一下吗？好。3个大项目全部拿下，客户评价都很高，特别是第3个客户，直接点名以后只跟你对接。现在公司里没人敢说你是关系户了。他们爱说就说，我不在乎，我只要知道自己是谁就够了。项目副总监，你靠自己拿到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怎么了？志毅，你听说了吗？林芝芝的事儿。她离开咱们公司以后，换了好几份工作，可每到一个新地方，没过多久就被人挖出来以前的事，伪造数据、诬陷同事、砸人家手机。你说谁还敢用她呀？全都被开除了。听说她最近又失业了，名声坏了，到哪儿都藏不住。她自己做的事，得自己担着。你不生气了吗？那时候她那样对你。生过，现在不了。跟我没关系的人，我不浪费情绪。对了，还有陈经理，听说他为了还债，在菜市场摆了个摊卖菜，每天天不亮就去进货。以前那些趾高气扬的样子全没了。他以前在咱们公司的时候多威风啊，现在，他利用职权压人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一天。可不是嘛？还有裴行之。听说他把车和房子全卖了，还是填不款债务，找以前那些朋友帮忙，没一个理他的。以前跟他称兄道弟的人，现在电话都不接。树倒猢狲散，墙倒众人吹，世态炎凉，不就是这个样子？志毅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了？以前在意的，现在觉得那些人过得好不好，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我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够了。所以那个节点我们压到了5天之内，物流成本降低了9%。不错，顾经理，回头我们把合同细节再过一遍。你们看那边，顾之一穿的人模人样的，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了。听说他去顾氏了，直接进了项目部。要我说，还不是靠他那个哥，可不就是关系户嘛。当初在咱们公司，要不是裴总罩着他，他能有今天。现在换了更好的靠山，当然更风光了。以前在咱们公司的时候，他就爱装清高，方案做得好，那是别人替他做的；大客户谈得下来，那是他靠卖脸换的。现在换了地方混，照样那套把戏，也就是他哥傻，被自己妹妹忽悠得团团转。顾经理，那边几个是以前的同事，说话太难听了，要不要我？不用。装的跟多有本事的，就这种。对，我记得他以前开的车、住的房子全是他哥买的，自己赚的钱都不够零头。就这种人还好意思说独立女性，笑死人了！你们几个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周副总，您也在啊？我已经不是副总了，公司都倒了，你们也该收敛一些。我们就是随便聊几句。随便聊几句？你们这是当众污蔑别人。我虽然不在那个位置了，但有些事我还是清楚的。顾经理在咱们公司的时候，客户是他谈的，供应链是他搭的。你们几个除了在背后嚼实根，还做过什么？我刚刚听你说，顾经理的方案是靠别人做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顾经理前3个季度帮我们集团做了2个大项目，方案全部由他亲自负责。我们合作了这么久，他的专业能力我们有目共睹。你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是当我们集团的人都是傻子吗？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们集团决定把下1年度的项目也交给顾氏，不是因为她是顾总的妹妹，是因为她做的方案比我们见过的任何人都好。这谁呀？当众造谣，被正主打脸了吧？真够丢人的，以前同事都敢这么诋毁，人品可见一斑。顾之隐，你别太得意了，你不过是运气好，投了个好胎，有个好哥哥罢了。要是没有顾成人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有一个好哥哥，可是我也想请问你，你在我们公司的时候，是谁替你收拾烂摊子？是谁帮你把项目失误掩盖过去的？我不是运气好，我是那个从烂泥里爬出来以后，再也不会掉进去的人。顾经理，你的专业能力，我们所有人都看在眼里。谢谢。
谣言止于智者，也止于时间。顾总，外面有人找您，没有预约，说是您以前的同事。叫什么名字？姓裴，他说他姓裴。跟他说我在开会，让他去前台登记等通知。小张，顾总，他再来的话，直接告诉前台，没有预约一律不见。明白。先生，没有预约的话，您不能上去，请在休息区等候。我说了，我认识你们顾总，我找他有事，很重要的事，你上去通报一声就行。顾总的助理已经下来回复过了，说顾总在开会，请您先登记等候。顾总，楼下前台说裴行之今天来了，在休息区坐了2个小时还没走。前台问他什么事儿，他只说要见顾经理。他以前那个公司名下还有资产吗？基本没有了，房子、车子全都抵押了，还欠着供应商一大笔钱。他最近在四处借钱，但没人理他。那他来找我妹妹，无非还是借钱。看好他，别让他闹事。明白。之一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我没有说要见你，是你堵在门口。之一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求你就帮我最后一次。那些债主天天上门，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裴行之，这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，但看在我们那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就当帮我最后一次。你说那么多年的份上，那你记不记得，你逼我陪酒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那么多年的份上？下班了。走吧。各位来宾，接下来颁发的是本次大会最重要的奖项——年度卓越贡献奖。获奖者是顾氏集团项目部总监顾之一女士。她的项目团队在过去1年中，不仅完成了制城市项目的高标准化，更在行业标准制定和供应链优化方面做了杰出贡献。谢谢。这个奖不是给我一个人的，更是给我的团队，给我的家人，也给我自己。那个曾经被人说只能靠关系活着的自己。我想说的是，无论别人怎么定义你，你都可以重新定义自己。之一，你太厉害了，我在台下都快哭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今天有事吗？我骗你的，我特意跟朋友换了班，就想来看你拿奖。你看，我还带了手机，全程录下来了。那是苏敏吧？她现在怎么在这端茶倒水？不知道，跟我没关系。恭喜你，谢谢。我以前说的那些话，对不起。你不需要跟我道歉，下次再见到我不用躲，我不是那种会记恨一辈子的人，但你也别指望我会忘记。听说今天拿奖啦，我跟你爸在家看了直播，你爸激动的眼镜都差点掉地上。什么叫激动的眼镜都掉地上？我是高兴。谢谢爸，谢谢妈。爸妈，你们没看全程吧？他上台领奖的时候，台下多少人鼓掌？这可是行业最高奖。还行，算是没给我们顾家丢脸。什么叫还行？
女儿拿这么大的奖，你就说个还行？很好，非常优秀。程烨啊，你呢？什么时候也拿个奖回来？我不用拿奖，我妹妹拿了，跟我拿了一样。你这张嘴啊，就会说好听的。爸妈，以前我做那些事让你们担心了，以后不会了。傻孩子，说什么以后不会了？只要你好好的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谢谢爸。哥，你觉得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有选择权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，你可以选择留下，也可以选择离开，可以选择原谅，也可以选择不原谅，可以选择从头来过，也可以选择就此止步。没有人能替你做选择，也没有人能拿走你的选择权。有选择权，这不就是我这几年最大的收获吗？在旧公司的时候，我以为自己没有选择，所以我忍受，我退让。可后来我才发现，我从来都是有选择的。我可以选择不换那身衣服，我可以选择不进那个包厢，我可以选择打那个电话，我可以选择录那段像，我可以选择离开那家公司。每一步都是我自己走的，每一步都让我离真正的自己更近一些。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讨好谁换来的，而是自己有选择离开的能力。这就是我的生活，不完美，但完整；不轰轰烈烈，但踏踏实实。有人爱我，有事做，有路可走，有梦可追。曾经那些人，裴行之、林芝芝、陈经理，以为能毁掉我的人生。他们以为把我逼到绝境，我就会屈服。可他们不知道，离开他们以后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因为离开他们的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拥有了自己。我不再是裴行之的女朋友，不再是陈经理的下属，不再是林芝芝的垫脚石。我是顾之意，一个靠自己双手打拼，靠自己能力立足，靠自己选择活出来的人。